承欢记麦承欢主动亲吻姚志明，辛嘉亮这一局输的真相多残忍。人这一生反复纠缠在各种关系里，要强的人总是希望在各种关系里得到正向的评价和反馈，做好孩子、好伴侣、好父母、好朋友、好同事，甚至是好的路人、好的吃瓜群众。爱自己这件事，并不是说让每个人不管不顾地只爱自己，忽略身边人的自私自利，只不过是在很多太难解的局里面，偶尔给自己的副本降低难度，找一个通风口，选一个 easy 模式，毕竟通关的时候比较容易笑得出来。麦承欢和姚志明在一起了，好甜。后来的后来，似乎再也没有人提麦承欢的前男友辛嘉亮，包括承欢的家人，也包括不断闪过的谭木。当然，承欢自己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个扶不起的富二代。他的结局似乎定格在父亲中风后的颓废。但就在一波又一波的甜蜜里，反而想要聊聊辛嘉亮这个人，以及麦承欢这两场爱情。这三个人之间发生的故事，其实很能讲明白三句话。第一句是，人在不同的时候、不同的境遇里，需求是不同的，自然适合的人也不同。坦白说，虽然麦承欢和辛嘉亮没有走到婚姻，但他们在一起的3年，回味起来必定是美好大于痛苦的。就像奶奶所说，辛嘉亮人品不坏，家里不错，嘴甜听话道歉快，偶尔浪漫和抓马的小心思是很适合小女孩谈恋爱的。对于刚毕业的小女孩，浪漫情节未退的麦承欢来说是不错的恋爱对象。辛嘉亮从小被家里宠大，没有经历挫折，是很有情感安全感和松弛感的。和这样的人谈恋爱，如果没有什么波折风浪，是很轻松的。相反，姚志明是个从小缺爱的孩子，对人极其不信任，只谈利益不重人情。虽然能力强，但是猜忌怀疑脾气臭。对于还没有经事儿和不存在太多现实需求的麦承欢来讲，肯定是会望而却步的，觉得他是个很难搞又拽的人。但是随着麦承欢进入社会，经历越来越多，渐渐对务实的需求更高，这时候辛嘉亮没担当的一面就凸显出来，而姚志明实用性的一面也展现出来。辛嘉亮在麦承欢面前只有一次一次的逃避和道歉，隐瞒身份他道歉，招标会承欢被误解他逃跑，父母见面场面尴尬他蜗牛，承欢被婚前协议他乌龟，只剩下事后一句宝宝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姚志明对麦承欢虽然有利用有算计，但实实在在的给他上了职场课和人生课。从解决问题的角度，从小被保护被安排的好好的辛嘉亮，自然输给了从小只能靠自己的姚志明。就连姚志明自己后来也承认，曾经的苦难成为了某时某刻的财富。小时候他渴望抓住奶奶这根救命稻草，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但是奶奶只是帮助他和妈妈解决了燃眉之急，鼓励他好好学习，其他的路都要他自己披荆斩棘。他怪过奶奶明明有能力却没有鼎力相助，直到长大才明白，这一切自有别的意义，而且在他不曾想到的地方赋予他人生的财富。或许人生亦是一场能量守恒定律，不会有平白无故的收获，亦不会有白白的付出。承欢在辛嘉亮或者姚志明之间，不过是顺应了生活和自身的变化。两个人要一直走下去，一路同频是件太不容易的事了。这种难，不仅仅在于是否能够一起前进，甚至在于能否一起后退或停在原地。第二句是，人最终不过是在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而已。辛嘉亮和麦承欢在一起3年，隐瞒家境3年，看起来好像是麦承欢受到的伤害比较大，但是从后面的剧情看，麦承欢只要及时从抽离，不过一个转身，2个人就再无关联。这个曾经为他哭为他笑的人，在疾驰而过的生活里被碾得渣都不剩。可辛嘉亮自己呢？
他对程欢的隐瞒，一开始不管出于自己还是母亲，大概率是母亲的保护欲对麦家的顾虑，也符合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。但随着辛嘉亮和麦承欢相处，应该能够有自己的判断。对于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来说，就会根据判断做出决定。如果自己判断的结果不是，那么至少应该坦诚相告；如果自己判断的结果是，那么就要衡量要不要去拿钱交换爱。辛嘉亮最不可被原谅的不是一开始撒谎犯错，而是3年时间竟然都没有把这个错误改过来，没有能够面对问题、修正问题，只是一味逃避。表面上辛嘉亮是听妈妈的话才隐瞒真实家境，而自己是笃定麦承欢根本不是为了钱。但是他可以为了妈妈反对自己和麦承欢在一起而争吵，却并没有因为隐瞒实情这件事而争吵过。这就表示在他心里是犹豫的、怀疑的，从内心深处其实是他自己想要隐瞒和试探的。这其中并不仅仅是为了看清承欢是否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，也代表着她本身的不自信。她内心惧怕自己本身的吸引力不足以在这段恋爱关系里得到加成，而只能是靠自己的家庭背景加分。人都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只不过是有的人在大多数时候清醒，偶尔糊涂；有的人是大多数时候选择了糊涂，偶尔清醒。清醒的时候，辛嘉亮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只能窝在家庭的庇护所里当朵花，所以他不敢面对麦承欢因为他身份所遭遇的过分热络，或者是瞬间冷淡。他想证明的是，哪怕没有深厚的家庭，他也配得到爱。因为本质上来说，他对自己没有信心，能够凭自己的实力去压倒家庭给他带来的影响。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在爱情里，也表现在工作中和生活上。工作中超不了爸爸，那就干脆在家躺平打游戏；生活上强不过妈妈，那就干脆当个任性的扯线木偶，你们随便。他不明白的是，人这一生并不是往外比较的过程，而是对内寻找的过程，并不需要去打败谁，更不需要去模仿谁，成为谁。但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能做什么，自己想要什么。而与人相处，就要知道对方是谁，能为对方做什么，对方想要什么。辛嘉亮一开始的不说、不坦诚，只要在合适的时机，他能够有主张的给自己和麦承欢下一个定论，就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就像一开始说的，如果认为麦承欢不是为了钱，那大可以主动坦白、道歉认错，努力挽回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其实后来麦承欢也是能够原谅他的。如果认为麦承欢确实为了钱，那么如果自己接受不了，那就分手，白白下一个更乖。若果能够接受，就把钱变成2个人之间关系调和的正向因素，不但不会拖累，反而可以解决问题，粘合得更紧密。但这些他都错过了。其实他在3年时间里，不敢面对的哪里是麦承欢，哪里是一段随时可能结束的爱情，而是他自己，始终是他自己。3年时间，他都没有摆脱不自信和没主见的桎梏，跳不出自己给自己编制的画地为牢。或许谎言最终或奖赏或惩罚的对象不过是自己。第3句话是想恭喜麦承欢，人会被自己的磁场带到不同的人身边。曾经他的生命里始终有太多被动承受的部分，于亲情是为了母亲的喜好和安排，失去了太多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证明；于爱情是为了维系和加量的感情，不断的让渡自己的底线和原则。比如明明大学毕业可以自己找工作，但妈妈偏要托关系走后门，让他没办法在工作中放开手脚。比如明明有自己的人生节奏，但妈妈催婚，强行让感情揠苗助长，谈婚论嫁。比如面对加量的欺骗，面对加量捣乱自己的工作，
面对加量家人对自己和自己父母的不尊重，还要笑脸迎人，委屈退让。当麦承欢主动亲吻姚志明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做到了。他终于不再是那个只懂得承欢膝下的乖女儿，也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去做那个人生得意须尽欢的自己了。人这一生反复纠缠在各种关系里，要强的人总是希望在各种关系里得到正向的评价和反馈，做好孩子、好伴侣、好父母、好朋友、好同事，甚至是好的路人、好的吃瓜群众。爱自己这件事，并不是说让每个人不管不顾地只爱自己，忽略身边人的自私自利，只不过是在很多太难解的局里面，偶尔给自己的副本降低难度，找一个通风口，选一个 easy 模式，毕竟通关的时候比较容易笑得出来。旁人始终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你看他在哭，其实是自己的眼泪在心里流。你看他不够好，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去寻找内心里那个更好的小孩。80后野生写手，白天驰骋职场，晚上写字自娱，用心感受，真诚表达，恣意生活，从容变老。热播，经典剧评陆续更新，欢迎关注，陪你看剧浅谈人生。